入宫10年，我仍旧无宠又无子。陛下问我，婉宁，你要孩子不要？要。1年后，他发现曾经豆丁大的孩子已经能够抡起一柄铁铲，给一工人做了10菜1汤，吓得我赶紧拉着公主跪地求饶。他却收起了惊讶，婉宁，孩子你养得很好，朕再给你个孩子，朕还要给你个孩子，这里还有2个孩子，3年5个孩子。10多年来，我第一次提着糕点求见陛下，陛下皱眉不悦，以为我要抗旨。我赶紧开口，陛下，能不能给嫔妾换个大一点的宫殿啊？昭华殿实在太小，住不下这么多人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话噎在嘴边，陛下机遇开口，再度咽下去，最后却是拧眉瞧了我几眼，柔声开口，那长乐殿给你如何？我愣怔摇头，长乐殿是曾经的淑妃娘娘的住所。陛下思索，未央宫呢？我再次摇头，怯懦开口，未央宫太大了。陛下叹了口气，你想如何？我思索一番，就昭华殿旁边的琼华宫吧，不大不小，刚刚好。陛下笑得温柔，依你。我兴高采烈地行礼谢恩，正想回宫告诉那几个小崽子这个好消息，谁料刚踏进昭华殿大门，就听见吵吵闹闹的人声。2个小主子，别打了，别打了哟！一侧胖嘟嘟的人影叉着腰，嬷嬷你别拦着，让他们打，谁打赢了谁才能睡房里。发话的是大公主李月瑶，扭打到一起的则是2皇子李云烨和5皇子李云烨。2人你不放手，我不松嘴的，都滚到地上了。我怒声，李月瑶！大公主瞬间站直身子，胖了一圈的身形一个机灵，立刻上前将2人分开，嘴里嚷嚷着，打什么打？昭华殿岂容你们放肆，松手松手，再不松手打你了哈！小小年纪却颇有长姐的风范。鼻青脸肿的2人被分开，丫鬟嬷嬷赶紧拿出药膏。一旁哭鼻子的4公主李月淑奔到5皇子李云烨怀里，弟弟弟弟，你怎么样？5皇子稚嫩的脸上满是倔强，阿姐不怕，我不会让你没地方睡的。2人一母同胞，乃是双生，感情也比旁人深些。站在一旁的我略显尴尬，我何时说过不给你们睡觉了？不要瞎说哈，说出去败我名声的。我瞪了李月瑶一眼，她不敢说话，低着头装鹌鹑。这时，一直呆呆愣愣的3皇子李云哲缓缓走过来，扯了扯我的手，一张小脸皱巴巴的。婉娘娘，我困了。昭华殿不大，只一主殿和2间侧殿，其余几间耳房乃是丫鬟嬷嬷和太监们的住所。我将大公主和4公主安排在左偏殿，2皇子、3皇子和5皇子则在右偏殿挤一挤。初夏时节，3人一起睡，有丫鬟看着，也不会着凉。我柔声吩咐，要好好睡觉，不准打架。3个小脑袋瓜齐齐的点头。我放下心来，谁知刚躺下没多久，嬷嬷急匆匆来报，娘娘不好了，他们又打起来了。我蹭地坐起身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气冲冲来到右偏殿，就见2个脱了外衣的小屁孩从床上扭打到地上。谁要和你一起睡觉？就算是死，我都不要和你一起睡。你以为我稀罕你吗？这本来就是我的房间，要不是你们，我用得着和你们挤着睡？嬷嬷赶忙将人拉开。我训斥的话都到了嘴边，忽然轻微的响动，床上3皇子翻了个身，俨然睡得安安稳稳。我叹了口气，将打架的2人拉到身前。6、7岁的小孩能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喏，你们瞧。2人随着我的目光转身看向床上的3皇子，没了他们2个，他独自霸占着大床，睡得四仰八叉。2人沉了脸，我适时开口，你看，你们2个被情绪控制着，在这儿打闹的时候，他睡得可安稳呢。天色已经晚了，你们肯定也不希望打搅陛下吧？吃饭睡觉乃人生大事，快去睡吧。有啥事明天再说，去晚了可没有你睡觉的地方哦。话音落，2人狠狠对视一眼，齐齐朝床上奔去，唯恐自己没地方睡觉。我无奈叹气，安抚着让2人睡觉，轻拍着哄了好一会才都睡着。我悄声出了屋，
左偏房里，阿瑶怀里搂着五公主，睡得安稳。稍有动静，她便轻拍着她的背安抚，嘴里嘟囔着：“不怕不怕，长姐在呢。”小小年纪，俨然已经有了长姐的模样。不枉她跟在我身边近3年。阿瑶是3年前的夏天来到昭华店的，彼时我蹲在店门口逗搬家的蚂蚁。入宫10年，这昭华店有多少块砖头，我都无聊地数了几遍了。也怪我，别的嫔妃上演我陷害你假孕争宠，你害得我流产失子，生了1个、2个、3个孩子的时候，我无宠又无子，只能自己找乐子。结果一不小心撞上了皇帝李锦，他低眸看着我拿着根木棍戳蚂蚁，皱眉沉默良久，语出惊人：“婉宁，你要孩子不要？”我愣了一瞬，高兴极了，要。孩子可比蚂蚁好玩多了。李月瑶就这样来了昭华宫，她的母妃淑妃娘娘刚失子又失宠，触怒盛颜，被打入冷宫。豆丁大的身子不吃不喝，就失神地蹲坐在槐花树下。丫鬟嬷嬷担心她饿坏身子，我让他们不用着急，我自有办法。不到1日，她就冷着个脸吩咐我饿了。我高兴极了，拿出一桌好菜，撑着手看她吃啊。不用客气。她的脸色终于缓了缓，露出几分7岁孩子的羞涩。待她夹了菜入嘴，我激动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她直接一口吐了出来。这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难吃？很难吃吗？我顺势吃了几筷子，疑惑：难吃吗？我觉得很正常啊。雨爸意识到什么？我愧疚地低头：不好意思啊，都是婉娘娘不好，婉娘娘亏待你了。我们这里就只有这些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婉娘娘这不比你阿娘那里，都是婉娘娘不好。声声欲泣，豆大的泪珠说来就来。小屁孩哪见过这些？阿瑶手足无措，犹豫几下，心一横，将1碗米饭吃得干净。没事，很好吃。我掩面擦泪，悄悄回眸朝嬷嬷眨了眨眼。看吧，我就说苦肉计肯定没问题，可饭菜太难吃了，我们都忍受不下去。阿瑶也饿得不行，我只好哄她：你要乖乖吃饭，等你长得白白胖胖，身体健健康康的，我就带你去见你阿娘。真的？阿瑶眼里迸发出光彩。我郑重地点头。整个昭华店没有1个人会做饭，饭菜难吃的逼得她自己站在矮椅上下厨。从最初的糖盐不分，到能够给昭华宫近10人做一桌饭菜，她花了整整1年时间。我一路鼓励，欣慰地夸她：真好吃，不愧是我们的阿瑶。阿瑶放下筷子，过来捧我的脸：婉娘娘，对不起，你看你都饿瘦了。我心虚地笑，她不知道，我们经常背着她偷吃好吃的。我别开眼，恰好看见负手而来的陛下。一工人坐在一桌吃饭，还是公主亲手下厨。我吓得拉着阿瑶跪地求饶。陛下目光从我和阿瑶身上扫到一桌饭菜，再回到阿瑶胖了1圈的身上。他沉默半晌，没有责备的话，只有一句夸奖外加：婉宁，孩子你养得很好，朕再给你1个孩子。皇后头风发作，病痛难耐，管理不了后宫，也无暇顾及2皇子李云烨。我不敢抗旨，颤颤巍巍接下抚育2皇子的重任。2皇子沉默寡言，小年纪沉稳得像个大人，不用我费心。倒是阿瑶不高兴，好几日不理我。我急了，将她拦住：阿瑶，你是因为婉娘娘有了别的孩子不高兴吗？阿瑶别开脸不说话。我了然，低下了头：婉娘娘没有办法，哎，你知道的，婉娘娘连吃饭都没办法，只能吃那么难吃的，哎。她瞬间软下心来。婉娘娘不哭，阿瑶在呢。阿瑶给婉娘娘做好吃的。我抹掉并不存在的眼泪。阿瑶，走吧，我带你去见你阿娘。阿瑶震惊，这么突然，需要准备什么吗？我上下打量，确实需要准备一番。冷宫前，李云瑶低眸瞧着裹得严严实实的自己。婉娘娘，大夏天穿这么多，我好热啊。我不语，伸手将她一捞，差点闪了我的老腰。我奋力将她推上墙，嘱咐她，等一下不管怎样都不要出声，
记得护好头。好。他的声音淹没在深夜，一声闷响，他被我丢到了冷宫里。下一瞬，我翻身上墙，也踉踉跄跄地翻过了墙。冷宫门口有侍卫把守，陛下有令，任何人不得探望，我们只能偷偷翻墙进去。不待我说话，就见抱在一起的母女俩。我尴尬地挠挠头，你们聊，我替你们把风。二皇子李云烨沉着稳重，不用我费心。只是他与阿瑶经常打架，阿瑶比他大2岁，个头和体重都高上不少，两人不相上下。直到后来他开始落于下风，我无奈教起他扎马步。从初秋到寒冬，他日复一日地坚持下来。终于，陛下又来了。他瞧见冬日里昭华殿内温馨的景象，李月瑶拿着根木棍在那比划，李云烨坐在窗边的榻上读书习字，而我在用炭火烤红薯吃。陛下再次叹气：“婉宁，孩子你养得很好，朕还要给你个孩子。”又是大半年，陛下再次来昭华宫，我眼皮一阵抽搐，心底忽有不好的预感。婉宁，孩子们你养得很好，这里还有2个孩子，3年5个孩子，我不得不为我3年前的话负责。孩子不仅比蚂蚁好玩，也比蚂蚁闹腾。退出偏殿，正要回房间休息，陛下突然来了。他步履匆匆，目光扫过宫殿，眉宇间的烦躁与担忧逐渐消散。朕听闻昭华殿出了事，特意来看看。我大抵知道为何事，陛下不用担心，几个小孩子打闹，嫔妾还能处理。陛下目光终于落在我身上。初夏夜里还有些凉，我忍不住瑟缩了下。陛下缓步上前，将外裳脱下来搭在我身上。这些年辛苦你了，明日朕便晋你为嫔。我一阵惶恐，可他不容我反驳，拉着我的手往里屋去。我心下紧张，手下意识抚上眼角伤痕，直到衣角被微微牵扯住。低眸，不知何时，阿瑶揪住了我的衣角。婉娘娘，妹妹做噩梦了，求你去看看。我心上一惊，赶忙别了陛下，赶去偏殿。一进屋，才发现五公主睡得香甜。回头与阿瑶对视上，她眼里是前所未有的惶恐，小心翼翼拉我的手。婉娘娘，你别侍寝，别侍寝好不好？一侍寝就会被那些坏人弄死的。阿瑶不想婉娘娘死，不想。我心下一惊，忙蹲下身，将人拉进怀里。阿瑶，不准胡说，让嬷嬷关上门，我才稍微放下心来。接连几个皇子送到昭华殿来，他们的贴身丫鬟和嬷嬷也跟着来了，隔墙有耳啊。不若陛下也不会来得这么快了。阿瑶哭起来，一张小脸泪盈盈。阿瑶才没有胡说，母妃就是因为父皇才被打入冷宫的，他们嫉妒母妃，我不喜欢他们，我恨他们。红红的眼眸中，我瞧见了阿瑶的恨。我将人抱进怀里，轻声安抚：好，婉娘娘不侍寝，不侍寝，好不好？哭累了，人也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我将人放在床上，刚踏出房门，就撞见一幽深的眸。我连忙行礼：陛下您怎么还在？天色已深，陛下快些回去休息吧。有意识的，我再次拂过眉角，顺势垂下眼，眼角伤疤暴露无遗。我知道，陛下也瞧见了。我听见他浅浅叹了口气：婉宁，这些孩子辛苦你了，朕改日再来看你。言罢，转身离开。待人全部离去，嬷嬷叹了口气：娘娘，您这是何必呢？我知道，这么多年过去，这道疤早已经淡得看不清了。犹记得初入宫时，整个后宫里嫔妃争奇斗艳，有擅长丹青的皇后，长袖善舞的贵妃，更有饱读诗书的淑妃。其余嫔妃也各有各的优势，只有我啥都不会，就连女子最拿得出手的女工，我也不擅长，更别说我容貌有损。可皇后相看两厌，贵妃善妒失宠，就连淑妃都被打入冷宫。我笑：嬷嬷，这么多年无宠，我们不都过来了吗？你瞧，这么多孩子，以后昭华宫有的闹了。确实有的闹。一大早，二皇子云烨就和五皇子云燕差点打起来。云烨要吃什么菜，云燕必定抢先一步夹走。几次下来，气得他差点摔了筷子，
怒气铮铮，你非要和我比是吧？云燕一脸无辜的眨眨眼，皇兄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眼见两人要打起来，我一个眼神，阿瑶立刻端过菜碟，吃吃吃。我说了要给你们吃了吗？昭华殿的规矩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没有劳动的人不配吃饭。接着吩咐你们两个自己去小厨房做饭。转过头又对着沉默的另两人，还有你们两个。默默吃饭的三皇子和四公主眼瞅着一桌饭菜没了，还被要求下厨，把人赶去厨房。阿瑶得意洋洋地朝我邀功，婉娘娘，阿瑶做得好吧？我吃过的苦，他们一点都不能少。得意洋洋的眼底下是洞察一切的明晰。我心虚的别开眼，顺势去厨房。对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几个小孩又都是皇子公主，哪会做饭啊？娘娘，要不算了吧。躲在窗外偷看，嬷嬷忍不住劝我。我摇摇头，瞧着忙碌的小厨房，差点都要炸了。不，就让他们忙，琼华宫也暂时不搬了，就让他们在这挤一挤，挤挤才能增进感情。那皇后娘娘刚刚派人来问，为何几位皇子今日没去学堂，该如何答呢？我低头思索，就如实答吧。我相信陛下会替我解释的。孩子多起来，实在不好管教，陛下早下旨免了我的请安。我忍不住伸个懒腰，回去补觉吧。转身往寝殿去，身后传来阿瑶气急败坏的声音：李云燕，这是盐，不是糖，你是要咸死我吗？还有李云哲，让你烧个火都烧不起来，这么多年的饭白吃了。李云烨，你也是，堂堂皇子竟然五谷不分。声音太大，吓到一侧的四妹妹。她还有空安慰她，妹妹不怕哈，姐姐没有凶你。听着这一切，我忍不住笑了，吩咐道：记得看住他们，别把厨房烧了。躺下没多久，我就笑不出了。外面吵得我心烦，我冲进厨房，你们再给我吵，信不信我把你们丢出去？忙碌一上午，早饭终于做出来了，一个两个都举着自己做的糕点小菜让我品尝。婉娘娘，你尝尝我的，尝尝我的，我的，嘴里被塞了一样接一样的吃食，差点包不住。关键是味道还有点一言难尽，尽力将东西都咽下去。我将人挨个拉到身前，排排站好，郑重吩咐：陛下已经许了你们假，要好好跟着长姐学做饭，知道吗？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好，几个小脑袋齐齐回答。我很满意。除了做饭，我还让他们习武锻炼。习武不一定是为了上阵杀敌，更是为了强身健体。他们在院子里扎马步，我吃了点心，有些犯困，躺在摇椅上睡觉。忽然人声响动，一大群人涌进了昭华殿。哲儿，贵妃带着人来了昭华殿。我忙起身见礼。贵妃将三皇子李云哲搂在怀里：哲儿，母妃看看你，你没事吧？怎地一身的汗？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？都瘦了。云哲微笑着摇头：阿娘，没有呢，我在这儿很开心。你懂什么？贵妃将人护在身后，随后看向我，并未让我起身。江婉宁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当众责罚皇子，你可知罪？我懵了。贵妃娘娘，嫔妾不是在责罚，乃是在锻炼他们。还敢反驳？来人啊，掌嘴！嬷嬷黑着脸就冲了上来。情况突然，我来不及反应，眼见一巴掌就在眼前，后背被人轻轻推了一下，我一个踉跄跌倒在地，却是实实在在地躲开了这一巴掌。反倒是嬷嬷差点收不住力摔倒。阿瑶赶紧扶住我：婉娘娘。云烨和云燕也反应过来，站在前方将我护在身后。云烨小脸一沉：贵妃娘娘，婉娘娘乃是在锻炼我们，并不是责罚，还望娘娘不要擅动私刑，后妃犯错都得陛下与皇后定夺。云燕跟着附和：是啊，我们都可以作证，婉娘娘绝不是在惩罚我们。不信你问她。小手指向贵妃身后的李云哲，他正要站出来说话，贵妃狠狠一瞪，他便沉默着垂下了头，不敢说话。贵妃冷笑：本宫奉旨协理后宫，还惩罚不得一个小嫔位？
江嫔教的你们尊卑不分，本宫今天非得教训一下他。嬷嬷再次上前，阿瑶挡在我身前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挨打又能如何？在家又不是没有挨过打。我正要将阿瑶拉至身后，她却挣脱开我的手，小小人影将我整个人遮挡住。婉娘娘没有错，你要打就打我好了。嬷嬷止住手，可下一秒，贵妃狠狠一巴掌打了过来。小贱人，本宫还打不得你了！啪的一声，阿瑶被扇倒在地，嘴角渗出血来。我忙将人抱在怀里，云烨与云燕也护过来。云燕着急地看姐姐脸上的伤，云烨身上俨然有皇长子的气度，这是昭华宫，还请贵妃娘娘不要放肆。贵妃一声冷笑，皇后本宫尚且不放在眼里，何况你们便是放肆了又如何？如果是朕呢？贵妃惊恐转身，我们都震惊地看向门口。不知何时，陛下来了，在他身后是倚在门框上气喘吁吁的四公主李月淑。贵妃俯身行礼，陛下怎么来了？江嫔私自责罚皇子，以下犯上，妾身正责罚呢。说着，她拉过一旁的李云哲，哲儿，你说是不是？陛下目光落在他身上，云哲紧张的结巴，我。云烨他们都在盯着他，等着他解释。云哲心一横，婉娘娘没有责罚我们，婉娘娘是为了我们好。贵妃沉了脸，狠狠掐了他一下，你说什么？吃痛，嘴里的话也变了。不过臣确实累了，母妃是为了臣好。声音越来越低，贵妃脸上笑意愈深。陛下，够了，不分青红皂白变动私刑，即日起闭门思过，没朕旨意，不准踏出宫门一步。陛下发话，宫女立刻扶着贵妃离开。贵妃还在狡辩，陛下一句也不想再听，径直来到我身前。婉宁，你没事吧？我不说话，目光落在阿瑶红肿的脸上。云燕已经冲过来关心长姐的伤势。陛下眼中满是心痛，想看阿瑶脸上的伤。阿瑶一个转身，将头埋在我怀里，轻微的抽泣声传出。陛下，阿瑶累了，已经休息下了，您请回吧。陛下眸色深沉，婉宁，你也怪我。我摇头，嫔妾不敢，陛下有陛下的难处，只是他们都是最需要父亲的时候，心中难免伤心。我低头，感受到陛下的目光落在我身上许久。婉宁，你也入宫10多年了，如今抚养这么多孩子，需要更高的身份，朕明日会下旨封你为妃。不容拒绝，陛下已经转身离开。我正要回屋，偏殿内突然传来争吵。你不许睡，如果不是你母妃，阿姐怎么会受伤？都怪你。云燕把云哲的被子丢在了地上。云烨紧皱眉头不说话，并未制止。云哲低头沉默不语，默默捡起自己的小被子，抱在怀里，又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踌躇2步又定在原地。我伸手将被子接过放在一旁，蹲下身与他平视。他的眼中泪光闪动。我拉过他的手，正要掀起衣袖，被他狠狠抽走手。我柔声安抚，给婉娘娘看看好不好？掀开衣袖，手臂处一片淤青，不止一处，甚至还有好些陈年疤痕。早听闻贵妃跋扈，利用皇子争宠，三皇子尚在襁褓之时，便偷偷给他下药争宠。后来三皇子不似旁人聪颖，每每在旁人那里受了气，回宫便要打骂他。也是因为贵妃时常打骂他，陛下才下旨将人交于我抚养。我命嬷嬷拿来药膏，一下接一下亲手涂抹于淤青处，再小心地吹了吹。是婉娘娘不好，对你们太严厉了，下次坚持不下去就和婉娘娘说，好不好？话音未落，脖颈处已然湿润。云哲将头狠狠埋在我身前，手也环上我的头，轻轻抽泣。我轻拍他的背，想哭就哭吧。嬷嬷将锦被重新放回床上，整理好。云燕未再说话，沉默着乖乖上床睡觉。我将人哄睡着了，再将她放在床上。另一偏殿，四公主已经睡着了。今日她及时跑去求助陛下，很聪明。在宫里面，聪明不是坏事。主殿内，阿瑶侧身背着我，红肿的脸露在外面，已经抹过药，瞧着却还是有些骇人。
我知道他没睡，默默拍着他的背，他却突然翻身坐起来，质问我：今日那一巴掌你明明可以躲，为什么不躲？我噎住，不知该如何同他说，就像这世上的对错，在某些人面前并不重要。我小心翼翼哄道：婉娘娘下次一定躲，好不好？阿瑶定定看了我许久，嘟囔着不许有下次，侧身翻过去蒙上被子睡觉。我无奈跟着上床。第二日一早，圣旨便来了，收下圣旨，贴身嬷嬷愁眉不展。娘娘躲了这么多年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我看着又开始忙碌起来的小厨房，小小的身影忙前忙后。昨日一遭，好似还让他们更团结了些。我道：有了他们，我也总该坚强起来。淑妃娘娘，求求您了，出山吧。当天夜里，我就翻墙进了冷宫。坚强？坚强不了一点。淑妃娘娘忙将我扶起来，发生了何事？我默默流泪，一字一句将前因后果讲清楚。淑妃姐姐，求求你了，出来吧。阿瑶需要你，我们都需要你。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这冷宫真不是人能待的地方。可饶是我如何求情，淑妃都不曾动摇。她扶着我的肩膀：婉宁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也感谢你照顾阿瑶这么多年，可我还是不能出去。为什么啊？我不解。淑妃不说话，目光上移，落在满天星辰上。因为这儿让我心安，也让你们都平平安安。我不明所以。满宫皆知，当初淑妃被废，乃是因她丧子不忿，触怒圣上。所有人都以为她已经被陛下厌恶遗弃，只有我知，两人年少情深，乃是旁人所不能比。只要他想，出冷宫根本不是问题。请不动淑妃，就真的只能自己坚强了。自那日后，陛下每隔几日便会来昭华殿。贵妃被禁足，皇后身子孱弱，其余后妃不得圣宠。我好似也成了一位宠妃。阿瑶一改从前的态度，把自己做的糕点拿出，谄媚似的献给陛下。父皇，您尝尝我们几个一起做的糕点。陛下目光从几个孩子身上移过，小口尝了下糕点，发现并无异常后，内心狐疑才消散，大口吃起来，夸奖道：很好，看来我们的瑶儿在厨艺上很有天赋。你们几个也不要懈怠，休息这么久，也该去学堂了。我忙提议，两位公主也一起去学堂吧，总该也让他们明事理。陛下点头应允。待人走后，阿瑶屁颠屁颠的来邀功：婉娘娘，婉娘娘，你看阿瑶做的好不好？昨天做的糕点，今天一下就解决完了。我扭头瞧着几个小孩，脸上毫不掩饰的骄傲。昨日他们做多了糕点，吃不完浪费，我还训斥过他们，今日都如释重负了。怪不得刚刚陛下都要走了，他们还让嬷嬷用食盒打包了，让陛下带走。我忍不住笑，真是个机灵鬼。阿瑶与舒儿也要跟着皇子们去学堂了。别家的孩子读书上学堂，父母都是精心准备，担心至极，而我倚在门框处，眼含热泪。你们一定要好好上课，听太傅的话，我等你们下学给我做饭。阿瑶折返回来，将我往屋里推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我们走了，婉娘娘不知道多高兴呢。云烨背着小手，稳重地点点头。云哲也眼含热泪，依依不舍，刚刚还哭过。倒是岳叔手里拿着根新做的糖葫芦，吃得高兴。云燕郑重承诺：婉娘娘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哥哥姐姐的。真让人欣慰。皇子上学堂，早去晚回，偶尔午休时会回来。几个调皮的孩子走了，昭华殿恢复往日宁静，我也不得不晨昏定省地向皇后请安。贵妃禁足已解，我免不了受后宫嫔妃的冷嘲热讽。不过每次受气回来，都有阿瑶准备的热汤，几个孩子讲笑话的讲笑话，打闹的打闹。陛下也时不时过来歇息，伴随着一众赏赐。他偶尔也会问我：婉宁，为何这么久你都没有自己的孩子？难不成你不想与朕有孩子？我总是温和地回道：怎么会呢？孩子这是急不来，缘分到了总会有的。何况嫔妾已经有了阿瑶他们。陛下不说话，笑意深深。这年年底，京城初雪，陛下出宫封禅祈福。皇后身子不好，贵妃要协理六宫，
陛下随意点了嫔妃同去。昭华殿内，阿瑶他们难得的休息，一群人围炉煮茶、烤红薯，吵吵闹闹的在院子里打雪仗。我倚在榻上，撑着手看着屋外白雪，让嬷嬷注意着，别让他们着凉了。过去每个冬天，昭华殿都冷清的骇人，原来有孩子会这么热闹。我突然有些后悔当初答应阿娘了。正想着，我忽然觉着有些困，低头，不知何时座上涌现出一大片血迹，脑子不清醒，反应也慢。嬷嬷看见时，吓得一声惊叫。外头的孩子们瞬间冲进屋，一屋的血色，年纪小的四公主瞬间被吓哭了。我忙伸手安慰，淑儿不哭，婉娘娘没事呢。没事呢。阿瑶抓紧我的手，婉娘娘别怕，二弟三弟已经去向皇后和贵妃求救了，五弟弟也去找太医了，你肯定会没事的。阿瑶眼睛红红的，像只小兔子。提到皇后和贵妃，我才恍然明白什么。阿瑶，淑儿，如果婉娘娘出了事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，听话啊！你们要照顾好对方，知道吗？你们是亲姐妹。淑儿认真的点头保证。阿瑶气哭了，婉娘娘你胡说什么？不许胡说，婉娘娘不许有事。我没多少力气了。外头人声响动，没有太医，只有赶回来的五皇子云燕，就连二皇子和三皇子都没了踪影。阿瑶与云燕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突然冲出了屋。半梦半醒间，昭华殿吵吵闹闹，最后却是一个意料之外的人带着太医来了。淑妃姐姐，我好痛啊！我终于忍不住落泪。明明从小到大，我是最不怕受罚，最不怕痛的。淑妃姐姐紧握着我的手，婉宁，你要坚持下去。阿瑶还等着吃你做的糖糕呢。你骗得过她，可骗不过我。我知道你最会做饭了。是啊，我最会做饭了，不然怎么能教会阿瑶这个小徒弟？可入宫前，我是最讨厌做饭的。我点点头，就算为了阿瑶，我也会撑下去。意识迷迷糊糊好几日，我才醒转过来。关于那夜的事，我是从嬷嬷口中一点点知晓的。二皇子、三皇子求救无果反被困，五皇子去太医院碰了壁，还是他与阿瑶两人闯进冷宫，求得淑妃娘娘出面，求得太医。而陛下是在第二日才回来的，毒最后查出来是贵妃下的。贵妃喊冤，可人证物证俱在，贵妃被废打入冷宫。我忙问云哲呢？嬷嬷叹气，贵妃被废，三皇子去陛下那里求情，跪了一夜，线下烧才退，在偏殿睡着。我忙撑着身子去偏殿，云哲早已经醒了，看见我来，转过身将头埋在被子里，被子起起伏伏，轻微的抽泣声传来。我默默等着。云哲，婉娘娘说过，想哭便哭出来吧。婉娘娘这里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哭声更甚。云哲坐起身，一张脸憋得通红。母妃才没有害婉娘娘你。她说她没有下毒，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她？为什么？我低头不语。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。我只静静地望着她，你想不想见你母妃？故技重施，我再次将人从冷宫墙头扔了进去。孩子大了，我身子也不好了。云哲跌下来，不小心崴了脚，可他还是瘸着腿奔向贵妃。贵妃看见他，一脸惊讶，看见我时才恍然明白过来。云哲哭着奔进贵妃怀里，母子两人都哭了。恰在此时，一小太监给冷宫送来吃食。云哲哭累了，贵妃拿过糕点递给他，哲儿吃。好，母子难得团聚。我正要悄悄找地方坐下，突然一人影冲了过来。三哥哥不要吃。不知何时，月叔与云燕来到了冷宫。淑儿一掌打翻了云哲手中的糕点，吓得云哲都忘了哭。贵妃反应迅速，一巴掌将淑儿扇倒在地。你下了毒？云燕将姐姐护在怀里。是我们下的毒，怎么没毒死你这个老妖婆？是你害死了我们娘亲，是你。场面一度混乱，我将淑儿拉过来，护在怀里。你说什么？贵妃反应过来，骂骂咧咧，皇后那个贱人撺掇你们来的吧？还真是两个小傻子，被人当枪使都不知道。云燕愣在原地。我将人通通带回了昭华殿。淑妃出冷宫，
恢复位分，并且搬到了昭华殿隔壁的琼华宫。知道我行转过来，阿瑶急匆匆地来探望我。淑妃跟在她身后叹气，还真是孩子大了，管都管不住。阿瑶叽叽喳喳地围在我身边，见其余几个一脸愁色，怒骂我才离开没多久，婉娘娘就不高兴了，肯定是你们惹她生气了。我就知道你们照顾不好婉娘娘，不许黑着个脸给我熬药去。还有你，婉娘娘肯定饿了，快去做些婉娘娘爱吃的糕点。云燕与云哲被派了不同的任务，两人碍于长姐的威压，不得不从。淑妃坐在床榻边同我聊天，你别看阿瑶这么嚣张霸道，冷宫的事我们都知道了。我一阵沉默，前朝后宫争斗不休，谁是谁非早就分不清楚了。这后宫又有谁的手是干净的呢？可总该这一辈人的恩怨不要牵扯到下一代。没几天，冷宫就传来了贵妃的死讯。贵妃是自戕的，她生来尊贵高傲，不堪忍受屈辱。死之前，她留了封信给我，信中托我照顾三皇子云哲，让他好好听我的话，并且说明给我和云燕母妃下毒的并不是他。云哲哭了一整夜，第二日一早，阿瑶哄着将糕点给他吃，那是他从前最喜欢吃的糕点了。云哲一天未吃东西，阿瑶默默同我说，婉娘娘，当初你对我使的那招，如今怕是不管用。阿瑶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我走上前去，只说了一句话，贵妃临走前让你听我的话，我让你吃饭，你吃不吃？云哲呆呆愣愣地看着我好一会，眼泪无声落下。我将人抱进怀里，以后婉娘娘当你的阿娘好不好？昭华殿又恢复了往日宁静，淑妃姐姐住在隔壁的琼华宫，往来说话也方便。除二皇子云烨被皇后养在身边教导外，一切与从前无差别。陛下也甚少再来看我，只1-2个月才想起来一次。同时，云哲与云燕也越长越大了，阿瑶更是再有1年就及笄了。淑妃姐姐宠冠后宫，她与嫔妃们唇枪舌战时，我们在研究新菜式；她为后宫琐事烦恼不休时，我们在踢毽子做花糕。菜式研究完毕，花糕做好了，就邀她过来贡品。在淑妃姐姐的庇护下，昭华殿一片安宁，我又恢复了过去10多年般的悠闲日子。阿瑶个子越发高了，不再拘泥于棍棒，不知从哪儿找到一柄长枪，哭着闹着来求我，婉娘娘，你教教阿瑶好不好？好不好吗？云燕也已经开始练武，听到她在哭闹，一脸自豪。大姐姐，你别求婉娘娘了，婉娘娘哪会长枪，你求求我，说不定我可以教你。云燕身量展开，背着小手，神气在在的模样。阿瑶提着柄长剑就杀了过去。小崽子，你皮痒了是不是？月叔与云哲喜静，一个看画本，一个练字，有好吃的一起分享，时不时再偷偷说说另外2个的坏话。看着打闹起来的阿瑶与云燕，我和淑妃姐姐2个哭笑不得。若不是阿瑶是大姐姐，云燕特意让着，说不定她还真打不过。正想着，我突然想到了二皇子云烨。淑妃同我说，云烨整日被皇后压着读书，一日不得歇，瘦了好多。我没接话，过2日，我让阿瑶协助我做了许多糕点。阿瑶问，婉娘娘，这么多糕点是要给谁吃？难道是父皇？阿瑶不高兴。我摇头，不是陛下。阿瑶不说话了。时隔许久，再次见到云烨时，是我在学堂外堵他。云烨瞧见我，瞪大了眼。我将人拉到一侧，将数层高的饭匣子递给他。这些都是婉娘娘和阿瑶新研究的点心，专程带给你尝尝，知道你不喜甜，所以没放多少糖，你尝尝。云烨沉默许久，才在我期许的目光中打开匣子，拿过一块糕点，小口吃下去，随后微微瞪大了眼，迅速将一块吃完。抬眸再看我时，眼眶已经泛红，却是迅速别开了眼。我叹气，再如何坚强，可终究是个10多岁的孩子。还记得当初我年少任性，挨了父亲的板子，还偷偷躲起来哭呢。有什么想吃的，和婉娘娘说，婉娘娘给你做。末了，再补充一句，你已经很久没来昭华殿了，他们都很想你。回宫没多久，淑妃姐姐说，你不该给她送糕点的。
我疑惑不解。淑妃姐姐解释，原来云烨一回宫便闹起了肚子，上吐下泻。淑妃姐姐叹气，当初陛下送二殿下来你这儿，也是皇后利用他争宠，让他说谎陷害了贤妃。无论如何，他都是嫡长子，不该如此。我沉默，只道，我相信他，他那时年少不得已，如今他不会的。一夜无事，没几日，云烨来了。虽说他们一同上学堂，也会常见面，可终究在这昭华殿住了2、3年，这里是半个家。立冬日，时隔近1年，云烨再次踏进昭华殿。阿瑶与云燕热情地迎接他，快来，羊肉汤好了，可得趁热喝啊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阿瑶一脸傲娇，这可是我和婉娘娘一起熬的，便宜你了。阿瑶嘴毒，但心却最软。云烨默默将给阿瑶带的礼物拿出来，没过几日就是她的生辰了，是一秉渐岁。阿瑶高兴得不得了，一群人吃饭闲聊，阿瑶还让工人热了一壶酒，说要开荤。我没拦着，提着壶酒默默来到院子。淑妃姐姐不在，陛下今夜在她那里歇着，她没空过来。这些年后宫腥风血雨，淑妃姐姐替我们一一挡下，多想这样的日子可以长久下去。这年冬天，陛下身子不好，前朝提出立太子，二皇子李云烨乃嫡长子，当之无愧。可陛下并未明确表态。三皇子云哲与五皇子云燕同样很优秀。我知道，又是一场腥风血雨。年前不久，陛下突然病重，嫔妃皇子都在御前侍疾，我也不能避免。一日夜里，陛下与淑妃脸色沉沉地看着我。婉宁，你带孩子们走吧。宫里有一条地道通往宫外，把孩子们交给你，朕很放心。我惶恐不已，那淑妃娘娘呢？陛下不说话，淑妃握着他的手。我愿意与陛下共存亡。事态危急，不容我多说。可未等我带着孩子们出紫宸殿大门，皇后娘娘就已经持剑来了，将我们逼回殿内。剑尖抵在淑妃姐姐脖颈处，险些划出一道红痕。这么多年了，陛下心中始终都只有你，我就先杀了你，再送他下去与你团聚。皇后一身戾气。二皇子李云烨站在皇后身后，并未说话。皇宫大内已然被控制，陛下病重，护不住淑妃娘娘。阿瑶正欲冲上前去，我将人拉住。虽然已无可挽回，但还是想试图说服皇后，劝她回头。皇后娘娘，云烨乃是嫡长子，你何必发动宫变？这天下早晚是他的。你闭嘴！这疑心试探的日子我受够了，成王败寇而已。狠狠一剑朝我刺来，阿瑶来挡，被我甩开。下一秒，长剑已然被我踢飞，横插在墙上。多年不曾动武，力道不小心太大，差点让他摔倒。叶儿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李云烨没有回他。母后，莫要再闹了。皇后这才反应过来般，回头震惊地看着他。你说我胡闹？没有我和你外祖父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李云烨沉默不语。这么多年来，后宫争斗不断，也该停歇了。这场闹剧的最后，以李云烨亲手送皇后与外祖入狱结束，而他也被正式封为皇太子。册立淑妃为后的圣旨下来时，我们正在手搓汤圆。元宵节，京城又下了大雪。昭华殿内，一群人热热闹闹地下厨。淑妃姐姐将我拉至院里，一脸笑盈盈。你看谁来了？谁来我都不意外，还能有谁啊？我扭头看向门口，一富贵妇人。我不解，淑妃姐姐示意我再看看。这次那妇人朝我张开双手。宁儿，漫天飞雪里，我终于看清。阿娘，我飞奔入怀。阿娘瞬间红了眼眶，头埋在阿娘颈间，16年未见。阿娘老了。阿娘，我好想你。傻孩子，阿娘也想你。厨房的孩子们听到动静，一个个跑出来。看清楚情况，最调皮的阿瑶和云燕跑到我身边，亲切地叫着外祖母。阿娘一阵疑惑，阿娘没听说你生孩子了啊？我擦干净眼泪，阿娘，你记错了，他们都是我的孩子。我侧过身，
不远处还站着云哲与月叔，两人笑意盈盈的同时开口：“外祖母。”阿娘花了好长时间才反应过来，今年元宵真热闹，这是我入宫10多年来最开心的一年了。席间间隙，我来到殿前廊下，屋子里还有阿瑶的声音：“外祖母，这可是婉娘娘亲自下厨包的汤圆，这是她亲手炖的羊肉汤，还有这……”阿娘惊奇：“她还会做饭？”“是啊，婉娘娘厨艺可好了，当初为了让我吃饭，还哄我呢。别以为我不知道。”阿瑶将我做的坏事一件件抖搂出来。淑妃姐姐同我说，陛下早知皇后要反，不能单压在太子一人身上。定北侯年前就在京城外了，你阿娘是近日才赶来的。我心上欣喜，直直将淑妃姐姐抱入怀中。我就知道淑妃姐姐最好了。当初入宫，我还曾和淑妃姐姐住过一宫，受过她的照拂，所以在淑妃被废时，所有人都对大公主避之不及，只有我对能够抚养大公主感到高兴。当天夜里，我与阿娘同睡一榻，我一股脑地将这10多年的遭遇说了个遍，从最开始卷入斗争，到后来远离纷争，住在这昭华殿，以及我如何下厨，练得一身好厨艺。说到最后，我困得不行，在阿娘轻声细语的附和声中进入梦乡。梦里是我那遥远的故乡。我是定北侯独女，年幼时喜欢骑射武功，不习女工，寻常闺阁女儿家擅长的我都不会。素日最喜欢和族内兄弟骑马打猎。幼时年少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以为来日方长。16岁那年，一道圣旨将我召进宫中，因眼角伤疤不得宠，受尽冷落，日子不好过。是淑妃娘娘对我多加照拂，后独居昭华殿，远离纷争，自娱自乐，学习女工厨艺，接连抚养公主皇子。如今后宫安定，陛下大权在握，以后应当都是好日子了。阿娘没待几天就要离开了。那日天晴，我站在城墙上，远远目送阿娘离开。带回了昭华殿，情绪不佳，阿瑶像儿时我抱她那样，将我抱在怀里。哭哭不丢人，想哭就哭吧。云燕和淑儿他们躲在廊后，也冒出头来。哭不丢人，婉娘娘想哭就哭吧，一副调笑看戏的模样。我气得抬手要打他们，不过还真的不想哭了。淑妃登上后位，下旨不许后宫再有纷争，否则严惩不贷。雷厉风行的实施下去，后宫渐渐风平浪静。我荣封贵妃那日，陛下召见我，我颤颤巍巍地跪地。陛下无奈，婉宁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怕我。我回道，陛下乃是天子，嫔妾不敢。陛下敛了笑意，你可知朕为何召见你？为何？贵妃将门虎女，皇后世家贵女。当初陛下靠他们一路护持着夺嫡登基，后让其相互制衡近20年。如今大权在握，只剩北方的兵权还在父亲手中。陛下叹气，朕知晓定北侯忠心耿耿，今日是想让你游说你父亲，劝他。话未说完，我已深深叩首，高举的双手上多了一样东西，虎符。陛下瞳孔微震，我缓缓开口，嫔妾知晓陛下心中忧虑，只求用这换陛下一诺。陛下紧抿着唇，传闻定北侯最是爱女，果真不虚。离宫那日，我并未声张，回望这困了我近20年的皇城，我想我与他们不同的是，阿爹阿娘从未让我争。记得初入宫选秀时，阿娘说，你可知后宫保命的秘诀是什么？我不解。阿娘叹气，是无宠亦无子。宁儿，你记住，阿娘不要你争宠，不要你为我们做什么，我们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转身上马，刚策马离开皇城，不远处几个熟悉的人影，阿瑶、云哲、淑儿与云燕都在。婉娘娘，你不厚道，走了都不和我们说一声。阿瑶嗔怒，云燕催促，别耽搁了，快跑吧，被父皇抓回去就糟了，到时候得和二哥一样被关在府里。对啊，差点忘了。阿瑶一拍脑袋，一溜烟就骑马跑远了。他最怕拘束了。云燕立刻策马跟上。云哲与岳叔马叔不娴熟，对视一眼。岳叔笑着撒娇，婉娘娘，
我们还是慢些骑吧。好，我笑。从此天高路远，当让他们各自高飞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